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介庸啊，就是一介平庸啊。那我是加拿大温哥华的一名导游。那我现在呢，就是通过这个视频的节目呢，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加拿大的西海岸历史文化。从今天开始呢，我会用40多集的节目来介绍这个加拿大西海岸的历史。我去年呢，18年呢，在18年的时候，我就写了一本书，叫《落基山史记》。这本书呢，写完以后呢，又收到了非常好的评价，特别是很多读者呢，很认真的看了我这本书，看了以后呢，他们觉得这本书呢，对这个他们了解加拿大呢，确实有很大的启发。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发现呢，在这里的本地人呢，有很多人呢，他是不懂这个看中文的包括我自己的小孩，他们都不懂看中文。所以呢，我们为了更多人了解这个加拿大的历史呢，所以呢，我就开始呢，从今年开始呢，就拍这个视频呢，拍这个40多集，就讲解这个落基山史记。通过这个视频的讲解呢，让更多人呢了解我们华人在加拿大生活的一些历史文化还有本地的生活方式等等这些给各位参考特别是新移民游客还有留学生，他们呢来到加拿大呢，刚刚开始的比较陌生有了这一个讲解呢，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主要是这个目的我本人呢叫介庸了就是一介平庸那我今天呢就是用一个传统的这个导游的，因为我是本地的一名导游所以呢我又用一个打扮用传统的导游的打扮戴上我这顶牛仔帽穿上这个夹克，那我就完完全全这个形象呢，就是一名加拿大导游的传统形象所以呢就帮大家呢讲解希望大家喜欢那我们先讲一讲这个我这本书我这本书呢叫《落基山史记》。《落基山史记》是讲什么呢？主要是讲加拿大西海岸的历史，就是这个落基山脉以西这个主要是今天讲的这个 BC 省，还有那个美国的华盛顿州俄勒冈州这几个州这样包起来，这个叫哥伦比亚，以前叫哥伦比亚地区那这个地方的历史它这里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又同时呢你通过学习这个历史呢，你可以了解到加拿大这个跟美国的这个边境线是怎么形成加拿大一些民族文化这个国家到底是为什么独立的一个国家，又这个英国女王呢又是我们的国家元首呢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人在这个加拿大这里生活呢这些呢也是通过这个了解这个历史呢，也可以得到回答。史记呢，就是我们中国的有一个汉朝的时候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司马迁，他就写了一本史记这本史记呢，他是第一个用这个人物的传记这种手法，这种题材来写的这么一本历史，也是开创中国人写历史的一个新的手法一般呢以前记录历史呢都是按照那个事件的时间这样一层一层的往下记。司马迁呢就开创了一个新的方法，他就用这个人物传记体，通过这个人从出生一路下来这么多年，他们做过什么事，他们有些什么贡献等等，这些呢记下来以后呢，通过这个人的整个人生经历来带出那些重要的历史事件这样呢，通过这个方法来记录这个历史这样写法的话，它的那个可读性还有趣味性还有这个叫故事情节性呢，就丰富很多对于这个读者呢
读了就更顺畅啊，还有呢更加会感到好读啊，易懂易明啊，所以呢这个是史记的一个手法。那我也是学习了这个史记的这个司马迁的手法啊，我也是通过一个人物的这个传记这样啊，人物公司的这样的一个传记体来写这个加拿大的历史。那这个我是这样的，为了容易记忆这个加拿大的历史啊，为了让大家呢容易比较好让读者容易记住这个加拿大历史啊，因为历史都要有一点时间性的啊，如果没有时间性呢，你不知道那个前因后果啊，前因后果呢，就通过这个时间呢，你可以判断它的前因后果啊，还有呢，就发现它这个中间的内在的联系啊，内在的关系啊，所以呢就要有一个时间性啊。那我就把这个整个西海岸这个发展历史呢，我就把它分了4个阶段，这4个阶段呢是什么呢？就是我的4章啊，前面的4章，第1章呢，我叫新域探索。新域探索主要是介绍这个皮草贸易啊时代，欧洲人呢带大量的工业品来到这个加拿大西海岸开拓，跟这个原住民呢交换这个皮草啊。他们这个交换这个活动、这个生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探索了很多新的地域啊，所以我这一章呢叫新域探索啊。那从中呢也带出了好几位这个著名的加拿大的探险家啊，欧洲的探险家，所以呢这一段呢叫新域探索。第2段呢我就讲这个淘金热潮啊，第二章呢叫淘金热潮，就是记述这个淘金年代开始了啊，在1858年开始呢，淘金年代开始呢，就加拿大这里呢涌入了很多这个淘金者啊，原来呢只有几百人呢，一下子啊外来人口只有几百人呢，一下子就变成了几万人啊。这么多人口进来了以后呢，就 BC 省开始呢就发展这个经济啊、公路啊、建设啊、法治啊、社会管理制度啊等等这一堆的事情呢，都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 BC 省呢，正式发展的阶段啊，正式开拓和发展的阶段啊，这一个阶段呢叫淘金热潮。我也是用10个传记来带出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第3个阶段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太平洋铁路建设这个叫铁路建设第3章呢我就叫铁路建设。这一章里面呢，我主要是介绍这个太平洋铁路的整个建设的过程让通过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的那些历史人物呢，也带出了在建设过程的一些经历一些发生的一些事件解决的一些社会问题等等的都是通过这个10个这个传记10个人物传记的把它带出来这个叫铁路建设。太平洋铁路建设的阶段第4章呢就是我这里书里面写的第4章呢，就是走向文明为什么叫走向文明呢？走向文明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加拿大呢深度参与了2次这个世界大战可能大家都如果你不是研究加拿大历史，可能都不是很了解很多人认为加拿大好像没有什么战争这个国家非常之和平甚至有人问我是不是一个中立国家等等很多人都觉得加拿大好像是与世无争的这个国家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是深度的加入了这个2次世界大战就是18
包括第一战、第二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加拿大都是深度加入的什么叫深度加入？就起码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好像有60多万人参与了这场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有100多万人。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可能加拿大人口只有1000多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能只有几百万人那有几十万的人去参战，这个是实在是很厉害的差不多接近那个人口的10%所以呢是很厉害的而且不在自己的国土发生这个战争，在外国打仗我们有这么深度的参与，所以呢，经过了这2次世界大战以后呢，加拿大人呢开始呢就是醒悟了他说呢，我们加拿大如果是这么深度的参入这种欧洲这种屠杀性的战争的话呢我们受不了，所以呢，他们开始醒悟开始呢就是加拿大人开始醒悟了就是不要参与这么多这个世界的这种屠杀性战争，我们要用自己一个和平的方法来处理一些国际的事务还有一些国际的纷争这些用我们加拿大人自己的方法来处理所以这个社会呢就慢慢走向那个文明走向这个更公义更加平等更加讲究公义平等的这样的这么一个国家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呢有加拿大今天这样的情况所以你来到加拿大以后，你觉得这里的人都很平和社会也很稳定人与人之间非常尊重这些都是有历史原因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所以呢，我这本书主要是讲这个内容。那这个是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这第一讲我先讲这个叫第一章呢这本书里面的第一章呢就是维多利亚女王的日不落帝国。维多利亚女王的日不落帝国呢这一章呢主要是介绍这个维多利亚女王，所以我们要了解加拿大的历史，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加拿大这个国家是怎么形成的加拿大这个国家形成呢，我们要从它的最早期的这个英国人是怎么样参与这个这个北美洲这个殖民北美洲，因为加拿大都知道加拿大一直都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嘛，所以呢就现在也是一个英联邦国家，一直以来都是英国的殖民地。通过维多利亚女王的一生呢，我们带出了从她的父亲讲起从她的父亲从她的祖父我们从维多利亚的祖父开始讲看看维多利亚的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把整个北美洲呢变成这个加拿大这一段呢变成这个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人看是怎么样变成一个整个世界都有英国的殖民地，变成了一个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家在当时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维多利亚女王年代呢是英国最辉煌的年代那看看这个英国的这个女王是怎么样做的所以呢我们第一章呢主要是介绍这个维多利亚女王的日不落帝国